川普上台还不到3月，中国电动车产业就已经迎来了末日审判。曾经不可一世的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刚刚公布2024年财报，营收暴跌 9.7%， 只剩3620亿元人民币，创下自2015年公开数据以来的最低谷。更要命的是，川普一上台就祭出铁腕禁令，直接把宁德时代踢出美国市场，200万中国工人的饭碗瞬间砸得稀烂。这场风暴比想象中来得更猛更狠。先来看这组让人心跳加速的数据。2025年3月14日，宁德时代发布2024年财报，全年营收3620亿元人民币，比2023年的4003亿元少了整整383亿元，跌幅 9.7%。这不仅是6年来的首次下滑，连华尔街分析师都傻了眼。LSEG 预测的3687亿元目标直接被现实扇了一耳光。更惨的是，第4季度营收1030亿元，同比下滑 3.1%， 连续第5个季度断崖式下跌。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川普上台后第一时间兑现竞选承诺，把对中国企业的关税大棒抡得虎虎生风。3月10日，美国众议院通过和对抗性外国电池脱钩法案，禁止国土安全部采购包括宁德时代在内的6家中企电池。紧接着，川普签署行政令，将禁令范围扩大到所有联邦机构，生效日期直接提前到2025年6月。数据不会撒谎。根据美国能源部统计，202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池总值高达150亿美元，其中宁德时代占了近 40%。 现在这60亿美元的市场蛋糕被川普一脚踹翻。摩根士丹利最新报告警告，失去美国市场，宁德时代2025年营收可能再跌 20%， 利润率将跌破 12%。 这 12% 的利润率在电池行业里连喘气都费劲，宁德时代这艘巨轮已经开始漏水下沉了。这场让宁德时代血流成河的惨剧，根源还得从中国电动车市场的自杀式价格战说起。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950万辆，同比增长仅 5%， 是近10年最低增速。2022年暴涨 93%， 2023年还有 36%， 如今这点爬行速度全拜车企间的价格屠杀所赐。特斯拉带头开战，比亚迪、小鹏、蔚来只能硬着头皮跟进。比亚迪秦 Plus 从 9.98 万元看到 7.98 万元，小鹏 G3 从17万元跌到14万元，蔚来甚至搞出买1送1的奇葩促销。可惜消费者不买账，销量还是半死不活。乘联会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电动车库存量高达120万辆，平均每卖1辆车就有 0.3 辆在仓库里蒙尘。车企不赚钱，上游供应商更惨，宁德时代首当其冲。作为全球电池龙头，宁德时代市场份额占 37%， 却被迫跟着车企割肉求生。彭博社统计，2024年锂电池价格从每千瓦时120美元跌到95美元，跌幅超 20%。 宁德时代嘴上说原材料碳酸锂跌价帮了忙，可现实是电池价格跌得比成本还狠，利润率从2023年的 22% 缩水到 18%。 这 18% 在血腥的价格战里简直就是裸泳的节奏。更恐怖的是，中国电池工业协会预测2025年行业总产值可能萎缩至 1.1 万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再跌 8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从锂矿工人到电池厂员工，至少60万人的饭碗岌岌可危。而宁德时代一家直接雇佣10万人，间接带动就业超100万。这次营收暴跌，怕是要让无数家庭的锅都凉透了。如果说价格战是慢性自杀，
那川普的铁腕政策就是当头一棒。2025年1月20日，川普宣誓就职后，立马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企业。3月10日的脱钩法案只是开胃菜，3月15日，他又签署新航政令，不仅禁止联邦机构采购宁德时代电池，还要求所有与中国军方相关的企业在美业务必须清零。更狠的是，美国商务部正在起草新规，要求中国电池企业缴纳50万美元保证金，并公开供应链细节。这是要把宁德时代往死里逼啊！这几刀有多狠？数据说话。美国能源部显示，中国生产全球70%的锂离子电池，美国本土产能仅8%。2024年，宁德时代对美出口占其海外收入的35%，约合120亿元人民币。现在，这120亿元直接化为泡影。花旗银行分析师直言，川普这一招等于掐断了宁德时代的海外命脉。2025年海外收入可能归零。宁德时代当然不服，公司高管连夜发声明：“我们是民企，跟军方无关。”可这话在美国政府眼里连个屁都不算。川普在3月16日的演讲中放话：“中国电池威胁美国安全，我要让他们彻底消失。”更扎心的是，美国海关2024年查获的不合格电池中，中国制造占比高达68%，这给了川普充足的弹药。欧盟也趁机跟进，计划2025年7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30%关税。日本正在考虑类似措施。宁德时代的财报警告，全球政策风险可能让业务崩盘。这话听着像求饶，可惜没人听。眼看国内市场血流成河，宁德时代早就试图出海求生。2023年，公司豪掷100亿美元，在美国匈牙利建厂，喊着要摆脱对中国依赖。可这招管用吗？让我们看看冷冰冰的数据。根据 Statista 统计，截至2025年3月，宁德时代海外工厂产能仅占总量的13%，连美国市场的零头都喂不饱。更别提成本高的离谱，在美国建厂的电池生产成本比中国高35%，物流费用再加7%，利润率直接被榨干。华尔街分析师冷嘲宁德时代这是拿钱砸水花，连价格战的影子都没跑出去。更可笑的是，宁德时代还想靠低价抢市场。2024年，中国出口美国的电池均价每千瓦时90美元，美国本土厂商最低报价130美元。可没了价格优势，宁德时代拿什么跟 LG 化学、松下抗衡？答案是啥也没有。川普的禁令一出，美国工厂直接成了废铁堆，100亿美元投资瞬间打水漂。再来算一笔扎心的账，宁德时代2024年营收跌9.7%，利润少赚50亿元。2025年若再跌20%，收入直接缩水700亿元，利润可能只剩150亿元。这150亿元能养活几个人？中国就业部数据表明，电动车产业链每减少100亿元产值，就有5万人失业。光宁德时代一家就可能砸掉70万人的饭碗。放眼全行业，中国电动车协会统计，2025年全国电动车相关企业超10万家，直接就业人口500万。若价格战和川普禁令导致40%企业倒闭，200万人得卷铺盖走人。这还没算物流、充电桩、零部件行业的连锁反应。专家预测，总失业人数可能冲上250万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半个深圳失业，工厂关门，城市熄火。看着宁德时代这副惨相，真应了那句老话：站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曾经靠低价和政策红利横扫全球的中国电动车，如今被价格战掏空内脏，又被川普一脚踢进深渊。商务部还在喊支持电动车发展，可这口号
听着像笑话。宁德时代营收6年最低，200万工人饭碗没了，中国电动车的好日子彻底凉透了。转型说的容易，没了价格优势，没了海外市场，这艘巨轮还能飘多久？